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子榨菜农场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种秋天味道的水果——柿子。世界上约有500种原生柿子品种，主要分布在亚洲、非洲和北美洲。除了我国常见的中国柿子 Diospyros lotus， 还有很多不太常见的品种，比如美国柿子 Diospyros virginiana 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果实较小的柿子，它有独特的味道。当地土著有上千年的柿子栽培历史，经过驯化后，美国柿子的果实变得更大，味道更甜。但我们从果子大小仍能看出它的驯化程度并不高。黑柿子 Diospyros texana 也是一种产于北美洲的原生柿子品种，主要分布在德克萨斯州，也被称为德克萨斯柿子。这是一种像灌木一样的柿子品种，它成熟后几乎没有涩味，果实的质地非常细密且多汁。目前德克萨斯柿子都是原生品种，有待开发。美国柿和黑柿在美洲的种植和发展逐步增长，但它们仍主要集中于地方性生产和消费。与中国的柿子相比，这两种柿子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国际市场化趋势，培育的品种也较初级。未来的增长取决于消费者的接受度以及农业推广的力度。菲律宾柿 Diospyros blancoi 也被称为白柿子，原产于菲律宾。它是一种毛茸茸的柿子，有偏白色的果肉，成熟后果肉鲜甜，口感非常柔软且多汁。目前还是一种地区性水果。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原生品种。自古以来，柿子树便被赋予了吉祥的象征意义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柿子常被视为事事如意和丰收的象征。而中国不仅是柿子的发源地，也是柿子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。中国目前占据全球柿子市场的60%到70%。在几千年前，柿子就开始在我国的南方和东部地区种植，并逐渐融入到我国人们的生活文化中。柿子盆景是其中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形式，它将柿子树的观赏价值与盆景技艺相结合。中国柿子盆景通常注重自然的树形，偏向展现古树的苍劲和韧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本也逐渐将柿子树融入盆景创作之中。与中国盆景不同，日本盆景更倾向于展现自然之美和简约之美，因此柿子树的枝条和树干常被修剪得简洁而富有动感。老鸭柿和金蛋子是经典的盆景式品种，以其独特的观赏价值深受园艺爱好者喜爱。经过多年的培育，这些植物的果实在大小和形状上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变化，使其观赏性得到了显著提升，成为制作精美盆景的理想材料。柿子作为一种古老的水果，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。它的传播历程跨越了多个大洲，经过丝绸之路以及其他贸易路线，从中国传向了周边的国家，并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扎根。由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风味，柿子不仅成为了各地人们饮食中的重要一环，也在许多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。公元前2至3世纪，柿子首次传入日本，并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得到了广泛栽培。随着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品种的不断优化，日本逐渐成为全球第2大柿子生产国。如今，柿子不仅是日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。尤其是在秋季，柿子常常出现在节令食品和传统庆典中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符号。而在欧洲，柿子的传播要追溯到16世纪，通过葡萄牙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，柿子进入了欧洲，并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得到广泛栽培。如今，柿子已成为欧洲的传统水果之一，并衍生出许多经典甜点和果干产品，如柿子派、柿子蛋糕、柿子布丁等，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美食文化。中国柿子可分为甜柿和涩柿2大类。涩柿是最早的柿子类型，未成熟时含有较高的单宁、鞣酸。单宁会与唾液反应生成不溶性复合物，使口腔润滑感下降，产生强烈的涩味，因此直接食用涩柿会有不佳的口感。涩柿在完全成熟后通常会变得不再涩口，但这取决于品种和成熟度，一些涩柿还是需要经过脱色处理。脱色方法多种多样，除了让其自然成熟，可以它与成熟的苹果、香蕉等水果放在一起，
以利用它们释放的乙烯加速成熟。家庭还流行使用酒和大米给柿子脱色。大米储存过程中会产生少量酒精，酒精使可溶性单宁转变为不溶性单宁，无法在口腔中与蛋白质结合，也可以加速柿子成熟。酒还可以增加柿子的风味。此外，还可以采用传统方法，将色柿浸泡在盐水或10%灰水中12至24小时来去除色味。高温或冷冻处理也是有效的脱色方式，例如将色柿浸入70至80摄氏度的热水中10分钟，或冷冻1至2天。这些方法都能破坏单宁分子结构，减轻色味。柿饼是一种通过自然脱色和干燥处理色柿的传统方法，适合柿子的长期保存。制作柿饼时，将色柿晒干，使果实水分蒸发，单宁分解，甜味也更为浓郁。甜柿是通过长期培育，在色柿基础上选育而成的品种。这类柿子天然含有较少的单宁，或在未成熟时善凝以降解，因此可以直接食用，无涩味。甜柿适合鲜食，而色柿则更适合加工成柿饼或柿干。脆柿是甜柿中的一种，近年来非常受欢迎，例如太丘脆柿就是一种口感清脆的脆柿品种。这几年在园艺圈很流行，每年果园采摘柿子后，便会开始制作柿饼这一传统工序。柿饼的制作因柿子的广泛种植而在全球多个地区流行，例如中国、日本、韩国以及美国和意大利等地都有各具特色的柿饼制作工艺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细数柿饼制作的主要工艺步骤。制作柿饼的第一步是去皮。工人首先需要进行预处理，去除柿子果蒂周围的叶片。这一步通常是人工完成的，但也有使用机器处理的方式。如果制作的是扁柿饼，则无需保留果蒂上的果柄；如果制作吊柿饼，则需要保留果蒂上的一段枝干。在现代化制作工艺中，常用机械去皮。柿子的一端或者两端会固定在旋转设备上，通过刨刀快速完成去皮，随后还需要由人工修行，清理机械无法完全去皮的部分。在一些传统的作坊中，仍保留了手工去皮的工艺。在吊柿饼制作中，去皮后需要将柿子绑到绳子上悬挂晾晒。常见的方法包括使用2股绞绳，通过果蒂的枝条穿过绞绳中间来固定柿子，或使用专门的弹性夹具夹住果蒂进行悬挂。如果果蒂的枝条已掉落，工人会用夹具替代固定。去皮后的柿子进入晒制环节，这一步决定了柿饼的最终风味与外观。在日式家庭的吊柿饼制作中，晒制前通常会进行热水处理，这可以有效防止柿子氧化，同时起到杀菌作用，还能促进后续糖分的结晶。扁柿饼晒制时，通常将柿子屁股朝上平放晾晒，吊柿饼则需要悬挂晾晒。成片吊晒的柿饼橙黄交织，呈现出浓厚的秋日气息。在台湾等温度较高的地区，为应对雨天，或在有些追求时效性的工厂中，还会使用烘干机进行辅助干燥。但台湾的柿饼工坊通常不会完全依赖烘干机，而是结合传统的日晒工艺。使用日晒工艺制作的柿饼会析出满满的糖霜，而完全使用烘干机制作的柿饼，由于脱水过快，糖分来不及在表面结晶，往往不会形成糖霜。在晒制过程中，有些地区仍保留硫磺熏制的工艺。硫磺熏制能够减少柿子的氧化反应，防止其在晒制过程中变黑，同时起到杀菌防腐的作用，并延长保存时间。硫磺气体形成的薄薄涂层还能改善柿饼的外观，使其色泽更加均匀，提升市场吸引力。不过，这种工艺在国内已经较为少见，有些工坊则使用果木熏制代替硫磺熏制，例如台湾的一些传统工坊。果木熏制不仅具有杀菌的作用，还能赋予柿饼独特的烟熏香气，进一步丰富风味。晒制过程中还包含一个关键步骤——揉捏。揉捏通常在晒制的初期阶段进行，目的是帮助柿饼排出多余的水分，释放果肉中残留的空气，同时促使糖分更快地析出。扁柿饼的制作中，揉捏的同时还需要对柿饼进行塑形，形成扁扁的外形。揉捏的频率会因天气条件而有所不同。在湿气较重或气温较低的情况下，水分蒸发较慢，柿饼可能需要更多次揉捏。经过风干和揉搓，
柿子的表面会自然析出一层白色糖霜，这些糖霜是果肉中的糖分结晶，形成一种天然的甜味包裹。在晒制过程中，由于水分蒸发，柿子表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粘性汁液或结块，因此工人需要定时用毛刷清理，刷去表面附着的物质。这不仅有助于果皮与空气充分接触，提升干燥的均匀性，还能避免局部发黏或干燥不完全。在接霜阶段，工人会用毛刷轻轻刷拭柿饼表面，使糖霜层分布更加均匀，从而提升柿饼的外观和品质。柿饼制作剩下的柿子皮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可以用于中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润肺止咳等功效。以前是专门有人会上门收柿子皮，但随着经济发展，现在大部分加工剩下的柿子皮会被用于动物饲料，或者就干脆直接丢弃了。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制作柿饼的时候，会将柿子皮一同晒干，可以做成柿子皮茶，也可研磨之后加入到咖喱之类的食物料理中，增加食物的风味。在柿子丰富的秋日里，我们不仅品味到了它独特的甘甜与香气，也感受到了它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。从古老的栽培方式到现代的精细工艺，柿子以其丰富的营养和多样的食用方式，始终占据着人们餐桌上的一席之地。不论是鲜食、制作柿饼，还是作为文化象征，柿子都与我们紧密相连，带来了丰收与吉祥的寓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电子榨菜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帮忙一键3连哦。